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3年3月25号星期六。那我今天想要来分享怎么样去修理电动玩具枪。这种电动玩具枪大部分损坏的部分都是一些零件的结构被破坏。以这一台为例，那我先把坏掉的零件拆下来给各位看一下。它就是这边这一个零件断掉，没有办法带动它的结构。通常会断掉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很多人喜欢用手去掰，就是很多人喜欢用手去转动这一个零件。那因为这一个零件它是插在这个结构上的，所以你有时候用手用力一掰的话，它就断掉了。这个要连接很简单，你就是用热缩的原理，然后把它接上去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因为接上去它就跟它原本的一体成型的概念是一样的，这个维修上还是蛮简单的，所以不至于说这个零件断掉你就把它丢掉，这个都可以在家里自行维修的。那因为我已经粘好了，就这样子粘好了。那粘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回去，先把它接上去，就这样子，然后拉过来，然后这一个结构把它装回去。然后我们这边把它锁上螺丝，那下面这个螺丝也要锁上去。那我们测试一下，好 ，OK， 这样子联动装置就没有问题了。那我们联动装置这边喷一些细油，传网的部分也喷一下。那理论上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组装回去，装上去以后，我们稍微测试一下。这样子联动装置就修理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一些相关的零件再把它组装回去。好，那我们装上去再测试一下，做个记号。那我们测试一下，那它这样子有绕一圈回来，这样子就正确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螺丝再锁回去而已。那确定所有螺丝都有锁上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一般来讲，因为这种塑胶制品，如果你不会控制起子机的话，那一般来讲我会建议你用手锁会比较好一点。那最后这个配件我们把它装回去，那这样子就维修完成了。那这一种电动玩具枪都是用一般的这种电池而已。那最后把这个配件装上去，那这样子就组装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，马达启动没有问题。好，那这样子整体的联动就没有问题了。那因为我目前这边我没有多余的保丽龙弹，所以我要等有一些子弹的话，我们再来做一个出售的介绍。那我这一篇电动玩具枪的维修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